这次河南的郑州这个雨呢是非常大，算是大暴雨，但是完全谈不上千年一遇。千年一遇是郑州当地政府编的一个假话，为的是减轻政府预警反应迟钝，然后没有准备预案的这个责任。但是呢，就算在中国大陆，这个千年一遇这个说法也就用了2天，以后就不再用了。现在你在中国都看不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千年一遇这个骗术啊被戳穿了。就在郑州洪灾第2天，北京的中央气象台有一个预报员，他是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名字叫做陈涛。他在7月21号中央气象局的这个媒体通气会上，他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从大气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形成有严谨记录的气象记录时间是在1950年以后，已有了比较准确和完整的降雨量的科学记录。到现在为止，整个降雨量记录的这个时间是70年左右。那他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说，中共建立政权之后，中国各地才建立这个比较完整的气象记录，那总共才70年哦。所以如果严格的讲，要查千年一遇的气象记录啊，就要追溯到北宋时候了。北宋好像没有什么中央气象局，更谈不上全国范围有气象记录。那么在中共建立政权之前，那么中华民国有没有气象记录呢？我向大家报告一下，中华民国第一个气象部门是行政院中央气象局，设立的时间是1941年7月1号，地点是在重庆陪都。那么从这个时间点就可以知道，当时国民政府已经从南京迁到重庆4年了。1941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大陆的东部和北部，还有中南部相当大的地区，所以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中央气象局是没有办法获得日本占领地区的气象预报的，因为气象情报呢，当时是重要的这个军事情报之一。那日本的这个占领当局是肯定不会让国民政府去分享这个日本占领地区的气象情报。那么1947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后呢，这个它的中央气象局就改隶归这个交通部，叫交通部气象局。那么但是当时国民政府就算1941年7月1号成立这个中央气象局之后，他所掌握的气象资料还是非常少的。我就讲一个具体的故事哈，就是1942年4月18号，那时候是行政院中央气象局已经成立大半年了。当时美国为了轰炸东京，曾经从东海上的航空母舰上起飞这个中型轰炸机，去轰炸日本的东部的好多城市。轰炸完以后，这个飞机已经不可能再飞回美国了，也不可能降，因为它太大，没办法在航空母舰上降落，所以它预定计划是飞到中国南昌，就江西的南昌那个机场降落的。那么配合方就是中华民国政府。那么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呢，完全没有南昌当地的这个很完整，还有周边地区的气象预报资料，所以没有办法给美国的这个轰炸机提供气象资料，而且呢也没有完整的导航设施。所以当时美国10几架轰炸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炸完日本以后，飞到了中国大陆上空，油料耗尽了也找不到机场，后来飞行员基本上全部跳伞。那么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呢？就是当时国民政府的气象部门啊，他没有办法搜集他控制地区之外的气象资料的，那也包括没有河南的气象资料，因为河南也在日本人控制下。所以讲，河南不但没有1000年以来的气象资料，河南连100年的气象资料都是没有的。倒是台湾的气象资料比大陆建的要早，因为台湾的气象预报业务是日治时代1896年，就是明治29年开始建立的。所以当时日本台湾总督府成立了5个测候所，就天候测量所，也就气象站，是在台北、台中、台南、恒春和澎湖岛。那么所以台湾如果说这个讲有100年一遇的天气呢，它是有根据的，因为台湾有气象资讯。
那大陆是没有资格讲百年一遇的，更没资格讲什么千年一遇的。那么中共呢，原来它的气象部门是军方的机构，功能是为军队作战服务的，不是为民用服务的。我查了一下，中共是1949年12月8号才成立中央军委气象局，统一管理全国气象资讯的搜集，然后1950年3月才成立中央气象台的。那么1953年8月1号，中共那个中央军委气象局改划政府管理，更名为中央气象局。那么原来的军队的气象机构才变成民用服务。那么同时军方还保留自己的气象机构。那么1969年12月14号，中共把这个总参谋部的军事气象局和中央气象局在1970年的1月又合并了。那么从这些机构变动来看的话，中共在1950年之后，它虽然有了民用气象机构，有管理机构了，但是军方的气象资讯仍然属于情报，不会对民间公开。所以中共不掌握百年一遇的特殊气象状况，所以它也没有1950年以前的完整气象资讯。那么这一次河南，特别是郑州暴雨受灾的死亡情况发生以后呢，中共一开始确实用千年一遇的说法来掩盖他对天灾的无能和混乱。那么后来被戳穿以后呢，他自己就不敢这样讲了，但他也始终不肯讲这次淹死人的郑州市的主要是2个地方，大街上漫水并没有淹死人，而是汽车的隧道里淹掉了几百辆汽车，没顶了，还有捷运隧道里有一列捷运列车被完全淹没了，人就在这种情况下送了命的。但中共从来不肯解释洪水从哪里来的，都含糊其辞带过去了。那么其实这次郑州的伤亡惨重和预警还有应急方案都有关系。那么它实际上是暴露出中共这个制度的特性，就是它除了掩盖死亡人数之外，还要掩盖死亡原因，同时它也缺乏对民生有关心，对民众的生命安全完全掉以轻心。让人感觉说，就是一场天灾发生以后啊，身为中国人，你常常有一种政府不管死活，冤死了还不能讲出来的那种悲哀。那么下面我想讲一下关于郑州这次这个洪水的来源，我给它用5个字概括，叫做福水变祸水。为什么叫福水？为什么叫祸水？这是同一种水。原来是郑州人期盼的很久的水质很好的水，突然变成淹死人的杀人的水。那么河南呢，这个省是一个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很少的省，它只占全中国平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5，而郑州又是比河南全省当中水更少的地方，它只占河南全省的平均水平1半。所以河南啊，对蓄水的重视远远超过对防洪的重视。那么郑州因为一向是属于严重缺水的地区，它过去的饮用水和生活用水的来源主要是从黄河引进那种水质很差的水，再就是从黄河的河道底下抽水，抽地下水，所以它既缺水源，水质也非常糟糕。那么这里就要讲到中共启动的一个工程，叫南水北调。就因为中国北方地区普遍缺水，所以中共从本世纪初启动了一个工程，叫南水北调工程。它是从湖北的丹江口水库送水，在郑州附近修筑了大型的河底隧道，让输送的水呢，从高于地面的这个黄河底下用隧道穿过去，运到从黄河底下走过去以后，输送到河南北部，然后到河北，一直到北京。那么郑州呢，是南水北调工程当中中途的一个受益地区。由于这个南水北调工程完工以后，680万郑州人就从此可以喝上水质比较好一些的丹江水库送过来的水。那么，所以我把它叫福水，因为对郑州人来讲，确实是多少代人都没喝过好水的。那么郑州市也为南水北调工程修建了不少配套工程，其中包括4座调蓄水水库。
坐落在郑州市的西部，分别叫做尖港水库、长江水库、老关寨水库和望京楼水库。那么这次洪灾就来自于这几个水库。那么这次郑州的暴雨气象预报升到红色警报，郑州气象局从7月19号晚上到20号下午连续发布过5次暴雨红色预警。那么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之前还有之后，郑州周边的水库应该是提前在暴雨来临之前赶快放水，腾出库容来迎接这个巨大的降雨量，同时要警告市区运输管理部门封锁道路和捷运，防止水淹，这是常识。但是郑州市没有这么做，而是一直等到水库溃坝了，导致大量的水库存水加上暴雨，这个水量冲进河道，再漫出河道淹进市区，最后淹到全市最低的2个地方，一个是这个捷运的隧道，一个是汽车隧道，导致在隧道里洪水完全把这个捷运车辆和汽车完全淹没，导致大批人淹死，这样的惨祸。那么到现在为止，世界上这么多媒体在报道这个事情，只有在德国的我也认识的一位王维洛博士，他提出了一些问题，提到了南水北调的工程，但他还没有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今天向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说南水北调工程途经郑州的部分叫做中线工程，就是中国中部的中线的，因为它还有东线和西线的计划。那整个投资花2000多亿，1吨水的成本是10块钱。也就是说，郑州现在用上了南方调来的水，但这个水是要花钱买的，1吨水就1个立方是10块钱。那我讲过，刚才讲郑州这次泄洪几个水库啊，都是南水北调工程的调蓄水水库。这个水库的作用呢，本来是把南水北调工程干渠里面这个水引到这几个蓄水库里面沉淀一下，再从水库输送到自来水厂。也就是说，水库的水同时就意味着钱，因为它是要付南水北调工程钱的，调水进来就已经付钱了。所以如果防洪之前提前放水，就等于白白烧钱。这种情况下，郑州市和河南省政府都肉痛，总希望说不要尽量白白放水啊，因为我们花钱买过来的水这样放掉多可惜。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暴雨来袭，当地的政府犹豫不决，不肯采取交通控管措施，因为他们虽然看到了暴雨的红色警报，舍不得提前从水库放水。那等到水库承受不了这个暴雨量造成的入库的这个巨大水量以后，水库就垮坝了，那排洪量当然非常大，这就远远超出下游的这个城市河道的承受量。那么如果说实际上就算这种事情发生，那么地方政府如果有防洪预案，紧急的封闭隧道，中断交通，那洪水也不至于杀人，顶多把隧道淹掉，事后把水抽出来就好了。但问题是，当地政府根本就没有这种应对预案，甚至连发生这种状况的可能性都没想过。结果呢，本来南水北调工程送来的水被郑州民众看作是浮水，结果这个水质比较好，水量也挺充足的，现在这个浮水，因为政府没有洪水防洪预案，浮水就变成了杀人的祸水。